起啊。其实我一出门我就后悔了。你躲起来也是为了我好。刚才是我不对。2周年快乐！2周年快乐！别打他，走吧。咱们走吧。我欧阳，我徐思雨，还有林美雅。陈哲，开门啊！陈哲，你赶紧给我开门！走吧。哎，你这么躲着，是不是屋里藏什么人啊你？呀，欧阳，为什么？欧阳在外面呢。陈哲，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，我更要开门。就是因为欧阳在，更不能让他知道你在这儿。那怎么办？快点开门！就这么一直关着门吗？开门，陈哲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你回去一下，你先躲躲。你让我躲吗？屋里藏着什么人啊你？告诉你啊，陈哲，你手机在我手里，你要想拿走的话，赶紧把门给我打开。开门！思雨，我爸打电话了。开门！别喊了，我爸打电话，我接电话去。就在这儿接。开门！赶紧把门给我打开！听见没有，陈哲？思雨回来了，赶紧给我跟思雨在外面吃饭呢。开门！听话小点声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有男的声音啊？你们是不是去小哲家了啊？没事，爸，我们都挺好的。哎呀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我先挂了啊，爸，我特别好，好，拜拜。陈哲，你不开门是吧？我明天就去你公司揭露你的丑恶行为，正好你的老板也在这儿，他能替我作证，是吧，老板？对，随便揭发。听见没有？识相的开门，开门！思雨，小龙虾，你不是想吃我爸炒的小龙虾吗？我爸炒小龙虾靠着，你想辣的，啤酒，哇，好好吃，快走吧。回来了。哎，正好啊，大家都在这儿，大家好好看看啊，记住这房间里的男人把自己的正牌女友给甩了，在外面找了小三儿，让人家足足等了他20年呀！一个女人的青春全部都毁了。开门！哎呀，你们人家这报警，非法闯入，你知道吗？走啊！你再不开门，我们就非法闯入了，你信不信，陈哲？我求你，这。闹够了吗？干嘛不开门啊？是不是藏着人了？林美雅，什么意思啊？别去。我没有想来找你，我也没有想打扰你。今天晚上事情其实很简单，思雨原本是想跟你谈谈，就在电话里面谈谈，结果你把电话给他摔了。陈哲，是我要来找你的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。你给他俩带的路啊？都跟你说了，今天是思雨要过来跟你谈话的，你老盯着林美雅不放，什么意思？欧总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这是我家，你跑过来闹，你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今儿我这身份就失了，怎么着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是以林美雅的好朋友的身份过来的啊。那我作为员工的身份提醒你一下，你要是有这闲工夫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那4场秀怎么弄？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啊。思雨，你有什么问题赶紧问他，我懒得听这混蛋的废话。我告诉你，陈哲，
你丢在楼下的手机我帮你捡回来了。那么，请你告诉我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像丢一个手机一样把林美雅给丢掉了？思雨，你说得着吗？啊，这是我跟林美雅之间的私事，你听得懂吗？林美雅，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？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？喊住他！你跟我说清楚了，说清楚怎么了？说清楚就有理了。你至于那么生气吗？你至于让我们来你家就那么生气吗？我告诉你，陈哲，这是破地，我林美雅一辈子都不想来。走了，别闹，回去。什么走不走？我告诉你，陈哲，你别以为林美雅善良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她。怎么前一天她在法国的时候，你还爱着她死去活来的，第二天你就要跟她分手了？你别告诉我1天的功夫你就烦了，我就想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什么叫真相啊？我今天爱她，我明天就可以不爱她。怎么着？你谈过恋爱吗？你有公式，你能算出来啊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？你别拉我瞎扯！我告诉你，我怀疑你早就出轨了，而且你脚踏两只船，直到林美雅回来之后，你才露出你的狐狸尾巴。你怀疑我，你就能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？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呢？你要证据是吧？哥们儿，姓陈的说要证据，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找呗。好嘞。不要紧吧，这是我让开，叫我报警吗？哎，陈哲，马上报警！陈哲，你不能报警！陈哲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们真的没有恶意，报警这事大了。陈哲，你真的不能报警！美雅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陈哲打美雅了！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。快点上，干嘛呢？美雅，我错了。哎呀，你能脱离他的魔掌，简直就是老天爷眷顾你。好了，思雨，别生气了。陈哲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对不起啊，我跟你道歉。咱们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别把这件事情闹大？大家毕竟是一个公司的，抬头不见还得低头见呢。你就看在咱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，算了吧。林美雅，你是不是脑袋被磕傻了啊？你给这种人道歉，是他先碰的你好不好啊？啊？好了。哎，土豆啊，你叫的车什么时候到啊？马上就到了，叔。哎，少爷啊，你们还在芳华国际吗？什么芳华国际啊？林老先生，我是吴警官，您女儿现在就在派出所呢。在派出所？对，民事纠纷动手了，正在调解呢。你赶紧过来吧。好，我马上过去，马上过去啊。哎，土豆啊，你轿车到底什么时候到啊？到了，小吃街门口呢。你招呼着啊，招呼着啊。
这次的性质跟上次可是不一样。欧阳，上次你可是见义勇为，这次你可是酒后闹事啊。上次，什么上次？说说吧，你们打算是公了啊，还是私了啊？私了，吴警官，我们要私了。那得看看受害者的意愿，你说对吧？嗯。吴警官，林美雅才是受害者，是她先动手打的她，她脑后面都肿了。警长同志，您刚才说的公了和私了分别都是怎么一个处理方法？私了呢，就是你们双方商量一下，协商出一个赔偿金额。这公了呢，那就先验伤吧，看看伤势如何，轻伤以上就够判了。那一般能判几年呢？你是不是还没完了？你心里有结儿症啊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派出所，都冷静点。小张，把他带到隔壁房间，冷静冷静。吴警官，你不能把欧阳带走。你要是把他带走了，他怎么调解呀？怎么调解？你看他什么态度啊？我看今天是解决不了了。那您把我也带走吧。那你们都去了，算我一个。这事儿也凑热闹啊！小张，把他们仨一块儿带过去，冷静一下。走吧。那个陈哲什么情况？伤得严重不严重？我听负责的民警说，他脸部受伤，这个有点麻烦。如果符合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的话，就够判。当然，前提是如果陈经理坚持要走法律程序的话。妈呀，这是我第一次进局子哎。梅雅，刚才那个警察说上次也是你们俩，欧阳还见义勇为，他怎么见义勇为了？就是我莫名其妙被绑架了。你被绑架了？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欧阳他怎么救的你？哎呀，好了，思雨，这件事儿等回头有时间了，我慢慢跟你说。说你们俩可真行啊，一个因为第一次进了派出所兴奋得不得了，一个就像没事人一样。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心陈哲他到底选择了公了还是私了？啊，万一陈哲真的选择走法律程序怎么办？大不了坐牢呗，正好可以去一个远离纷争、没人打的地方，我求之不得呢。说思雨。对。天哪，你们俩还笑得出来？刚才说的情况都属实吧？董事，民警同志您好，我叫欧成林，欧阳的父亲。民警同志，如果是欧阳的错，他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董事长，我是欧氏的员工，我要为欧氏的发展考虑。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如果传出去，会对欧氏有不好的影响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吧。欧总跟我之前有些误会，我回去跟他解释一下就好。警察同志，我选择私了。民警同志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可不可以先带他到医院做个检查？将来要是有什么后遗症，我们会负责到底的。没问题。先带他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好，谢谢董事长。
林叔叔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在法国一听说美雅跟陈哲分手了，我就憋着一股气，奔着要找陈哲谈一谈的目的，我就回来了。我一见到美雅，一高兴就多喝了2杯。我们谈到陈哲，我一生气就跑去找他了。美雅她是拼命拦我，可是也没拦得住。真是抱歉，林叔叔，第一次见面就给您留下了这么不好的印象，真是对不起。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啊。这事怎么能怪你的？要说呀，美雅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，能够为她出面，能为打抱不平，叔叔应该谢谢你才对呀。啊，对了，欧阳打陈哲也绝对不是故意的，是陈哲先动手推美雅的，美雅的头撞到了桌角上，当时就骨里打包。这要紧吧？哎呀，爸，哎呀，没事爸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没有思雨说的那么严重，他太夸张了，你别担心。没事就好。好，那咱们回家吧。好，咱们走吧。你真的不打算追究欧阳的责任？本来呢是想追究的，但是仔细想想，他毕竟是你亲弟弟啊。再说了，你爸都来了，那我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给你爸个面子。而且啊，如果能用这点小伤让你爸记住我觉得也挺是的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这2周年过成这个样子，乱七八糟。改天给你补过一个啊。疼吧？没事。姐，你找我啊？你把陈哲打了，这事你也知道了？你有没有搞清楚你自己是什么身份？你随随便便打一架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替你擦屁股？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对公司有多大的影响？你考没考虑过？又是因为那个林美雅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你就用不着知道了吗？欧阳，我告诉你，我会一直盯着林美雅那个祸害。她要是再出一点错，我立刻把她赶出公司。听清楚了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件事跟林美雅没关系。那陈哲他就该打。陈哲是我的人，你打他就是在打我。那我也跟你强调一遍，林美雅是我的人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果有人再敢打她的主意，也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策划案具体方案出来了吗？如果你不行的话，趁早说，我换人。出来了。 15分钟后会议室开会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